穿梭到无人的荒漠，寻找我。在谎言中蹉跎，常如你的云魄困住我。你的爱是天空的那一色，还是风云之中才会拥有的炙热？你是刻入心脏的温柔，回忆从此都因你颤抖。忘不掉的是那眼神，逃不开的是一轮情真。和你再相拥，和你再相拥，爱你如轻云中那一吻。再加1个时辰。又没人监督，你干嘛还给自己加时辰？今日是我不对，母后责罚我是应该的。只是跑出去买葱油饼吃啊！母后说的对，我不能松懈。身为太子，就该有太子的样子。加油加油！待会我去给你买葱油饼，一个不够我给你买2个。加油加油！ 27，我今日被人认出来了。怎么可能？只要有无相秘法，他们眼里看见的你，压根儿就是个男孩啊，怎么认得出来？而且是跟你长得完全不一样的男孩。哎呀，反正不会露馅的。撇事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认出我？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明宪。 明宪，这个名字说的是我吧？不然呢？瑶光山太子、战神明宪，都是你，百战百胜，无往不利，还有个无敌的同寿27，怎么听？怎么厉害？干，小鱼干。你别愁眉苦脸的了。 每天开开心心的最重要，万事有我呢，知道吗？而且，你说心流所说的名册会不会被穆七百藏在尘渊里了呀？要不我去趟尘渊？ 越早知道是瑶光山的谁跟穆七百有联系，就能越早把给你下毒的那个人揪出来。先别，虽然季伯载已经利用弱水揭开了尘渊灰暗的一面，这眼下看着尘渊是已经肃清，但是我觉得穆七百不可能就此罢手，我怕还是有危险的。啊，怕什么？我走路都没声了，谁能发现得了我？不行，你等我再想想。哎，这孩子。
抓到你了，明宪的小猫咪。说吧，你的主上可是也在吉星渊？哼，骨头倒是挺硬。别装死了！哎，不会真死了吧？不对劲，这感觉二七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二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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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啊，我在呢，没事的，我在呢。别怕，谁都能伤。明明对不起，我被他们抓住了。对不起，二七，你别说话了，我跟你疗伤，你不能有事儿。你不能用灵力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有9条命。你最好没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二七，好了好了，我带你回去。好，你们全来了，是你们伤我27，我就一个也不想走。韩风君，这是趁着主上尚在寿华叛宫，要打伤我吴贵海吗？有老身在，你们谁都别想进来！婆婆，你这是误会了。本君是收到线报，得知瑶光山的明宪闯入了吉星渊，我等在吉星渊各处巡查，竟真的抓住了明宪的从兽。这家伙狡猾至极，想诈死逃生，可他不知道自己这点本事，能闯出龙礼台，那都是韩风君的授意。韩风君就是想看看他在吉星渊何处躲藏。你说巧不巧？这从兽就逃回了你们无归海。婆婆，请看，这个是对明宪产生感应的追击镜。婆婆，为何这追击镜会直接指向明义仙子？是不是就说明明义仙子就是瑶光山的明宪伪装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有完没完？司盼堂怎么这么多走过场，实际上毫无意义、毫无用处的活啊！这下我哪有时间去找药？来人，来人！辛苦你，
去找几个值班的侍卫进来，帮本司判把这些公文都批上议约。我知道大家各有各的事儿，但那些站岗的兄弟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轮值站岗，也就是站着，进来坐坐，喝口茶，休息休息，也能帮帮本司判。可是，司判堂没人了。不是吧？比我还能躲了？不是，其实他们挺恪尽职守的，就是季伯载窝藏明线，韩风君抽调人手，去无归海缉拿了。季伯载窝藏明线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明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真是太让人意外了。前不久，季仙君才刚和明义仙子结为连理，可如今，不光明县的从兽逃往了无归海，这追击镜更是直接指认。难免心疼，毕竟是你的从兽嘛。只是可惜啊，如今铁证如山，使我不得不相信，我们引以为傲的斗者季伯载，居然暗中勾结瑶光山，窝藏吉星渊的死敌明线。孙辽，拿下！我看你们谁敢！这里是机关钥匙，这个是卓金塔的全貌。每年清源大会，赛场上都会出现古雕这一难题，不少斗者都因此丧命。这是对付古雕的方法。让他们都照着学，蔡纯也该学会了吧？公主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我等奉韩风君之命，特来抓捕罪囚季伯载。又是冲我来的。这次，韩风君给我定了什么罪啊？韩风君已经查明，季伯载于无归海窝藏瑶光山的明线，并将其假扮成女子，以名义的身份收容。哼，名义是明线。这个故事是韩风君什么时候编的？他敢编，你们也敢信啊？你们这群蛇虫鼠蚁是失智了吗？这么荒谬的话，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六境皆知，明线的从兽是只白猫，而那只猫在无归海被捉住了，且韩风君的手里有一枚能对明线产生感应的追击镜。诸位不妨猜一下，这枚镜子的指针指向了谁？这仙子行迹可疑，令我们手中的追击镜示警，还请让开。韩风君会带走名义审问，等他交代了，我们不就能弄清楚季仙君到底有没有窝藏明线？但眼下的情况来看，是季仙君有通敌的嫌疑，确实不适合待在寿华潘宫，继续做斗者之表率。还请季仙君配合。诸位，明线和他的从兽负隅顽抗，本君不得不将他们一并诛杀。至于季伯载，他包藏祸心，暗中通敌，证据确凿，褫夺他的斗者身份，降为罪囚。明义不过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仙子，想要屈打成招再容易不过。你们不过是想把脏水泼到季伯载身上。韩风君这是要将脏水泼给主上啊，那要先问问老身答不答应。婆婆，你这是自愿先上黄泉路，等着季伯载下来找你吗？如此忠贞不二，着实令人感动啊。那本君便成全你。
人呢？吴归海。季伯载，本君命人拿你问话，你这是反抗不从，逃出来了吗？那本君治你通敌谋逆，不算冤枉了吧？我懒得跟你废话。且慢！叔父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明义分明就是个寻常女仙，怎么可能是明县那老贼呢？既然寿华判宫的人都到了，那正好，本君在此把这个事情说个明白。今日有一名少年擅闯沉渊，被孙辽活捉。喏，就是他喽。诸位可知，他乃是一名从兽。啊，从兽，还真是一只白猫啊！这从兽怎么藏在明义县？但明县的从兽怎么会在无归海呀？对呀，难道说？瑶光山明县的从兽是什么？诸位应该都很清楚吧？6境之内拥有从兽白猫，从兽还可以化为人形的，的确只有明县。这的确是明县的从兽啊，可是他的从兽怎么会出现在吉星渊啊？季伯载，本君命孙辽假意放走了这只从兽，可是见他一路直奔无归海。哎，你的新婚妻子可就更有意思了。紧紧抱着明县的从兽不放啊！孙辽，你何其可笑！上届青云大会，你本该是战客，但季伯载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你，所以你一直怀恨在心，才向我叔父屡进谗言。叔父，我看此事有误会。季伯载与明县绝无丝毫关系。依我看，这从兽多半是误打误撞，慌不择路逃到了无归海。孙辽想凭借此事诬陷明义一个仙子为明县，实在荒唐。况且你也根本不在意明义，你不过是想拉季仙君下水罢了。公主，我叔父，你觉得呢？慌不择路，却选择了无归海，这未免有点太巧了吧？况且还有这个，这是明县亲手所制的法器追击镜，只要明县在附近出现，这镜子就会立刻示警，指明它的方位。真指向他了。对啊，这真的是明县啊？这不可能啊！但是她明明是个女的呀。是啊，当然是。季伯载的新婚妻子根本就不是什么花月夜的小仙士，恐怕是季伯载从什么地方学的邪术，将明县改扮成女子，隐藏身份带在身边。季伯载，你勾结敌境，证据确凿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撞回去了。没想到韩风君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原来是要自首啊！季伯载，你是疯了吗？
当着诸位仙君，你居然敢操纵追击镜？是啊，是我干的。既然这个追击镜这么容易被影响，那寒风君你是不是也能对他施法？况且拿这么个破镜子，你说他能指认出明线是谁，他就能了？这么个破东西，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？寒风君，我想是你疯了吧？这枚镜子确实是明线亲手所做。明线16岁时，第4次迎下青云大会后，便研制出了这件法器。若有罪囚外逃，此镜便可与其用过的物件产生感应，从而指认罪囚，由此得名追击镜。当年向瑶光山纳贡的正是罪囚后赵。瑶光山程云君明星曾用此镜羞辱过吉星渊，崇尚法器，却连件像样的追击法器都做不出来。后赵不忿，曾用注视镜记录此事。我曾在注视镜中见过追击镜，确实就是眼前这枚。后赵虽犯下大罪，可也算做了件好事。若非如此，还真让你们诬陷上了寒风君呢。季伯仔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可我有一事不明，追击镜一直存放在瑶光宫中，寒风君是怎么拿到的？说季伯仔通敌，可手握瑶光山追击镜的寒风君，怕是更奇怪吧？司徒令，你怎么反而质问起本君来了？果然是明线少时的游戏之作，连我这个没有灵脉的废人都能随便左右这枚破镜子，做点手脚什么的，也太容易了。司徒仙君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查清真相了。今日，寒风君不问我一声，就调走了司泮堂所有侍卫，也太奇怪了。司泮堂本应该独立审案，可寒风君一声令下，人都跟你走了。他们有您撑腰，都敢来抓捕7年来唯一一个打败明线的斗者。唉，我这司泮当得好没词儿。唉，有趣啊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强行将一个女子说成是瑶光山的太子，还要污蔑我窝藏这位明线。好，我承认了，就是明线死乞白咧要跟我勾结，非要做我的手下败将，好让瑶光山丢掉福泽，还要化作女子嫁给我。他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啊！对吧？叔父且说清，究竟是何人把这追击镜给了你的？那此人定是与瑶光山暗中勾结的罪魁祸首，叔父可万万不要被奸人所蒙蔽啊！这你无需担心，凡通敌可疑之人，本君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可现在当务之急，不是应该先确认明义仙子的身份吗？若真是明线用了什么邪法变身，况且明义仙子非要护着这个少年，也有蹊跷。本君总得带回去审问清楚啊。也好。二姐，季伯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当日，我击败明线后，夺走了他的从兽作为战利品。这只白猫现在的主人是我，所以他才会重创之后回到乌龟海。寒风君，
你未经求证就污蔑我的妻子是瑶光山的太子，说我在任由你带走我的爱宠，那来日我在极星渊便再无立锥之地了。哼，可笑！何曾见你在青云大会上收服过明县的从兽？连一只从兽也要庇护。季伯仔，你还说自己没有问题？季伯仔出身沉渊，侄女既敢用他，便早已查清其底细。叔父若不信，我可为他担保。叔父若只是怀疑明义和那从兽，拉走便是，何必把这脏水泼到我选定之人身上呢？也好，反正本君有的是办法撬开他的嘴，弄清楚他到底是谁。明义是我的枕边人，他是谁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若今日你敢动他，那我便让你没有明日。既是季仙君枕边人，要想验明正身，我还有一个方法。姻缘石。啊，姻缘石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姻缘石是上古神石，能验明正身。生灵皆有本名，须得名姓与真身对应，方能镌刻姓名于神石之上。季伯载为斗者，本不该与旁人缔结心印，互通神识。但既然季仙君如此信任明义仙子，本公主倒觉得这个验明正身的方法也未尝不可。好啊，那我便证明给你们看。之前欠你的，我现在给你补上。来人若是有情人，秦桥自会相连，请上桥。他们真的通过了蒙云潭的结界？怎么会？禁止外人擅入有情界，退下。少群。叔父应该清楚，这道结界，除非是有情人，否则进不去的。
他们应该已经过了鹊桥界，进入蒙渊潭深处。如果我不是明医，后果会怎么样？有形界只能接纳真情，若有作假，会受天罚。轻则元神破碎，重则灰飞烟灭。你不要命了？你阻止我，是怕我知道真相后，想要杀了你吗？不管你是谁，都如你所愿了。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，证明不了你的身份，我亦有麻烦。没有人能阻碍我想做的事，你也一样。错了，错了！果然。咱们吉星渊的婚事呢，按制，有情人先寻找吉日和福地，然后向星辉许愿，长相厮守。若是辉灵洒下星雨呢，那便是再幸运不过的了。接着呢，在鸳鸟的见证下，在姻缘石上刻上姓名。也许是你的萤火，所以我那么脆弱。这世间有太多爱恨汹涌的因果，你是否能为我停留？还怪让人费心的。燃烧我的心，装进你的胸膛。就算这缭乱的人间，只有我的微光，为你璀璨而点亮。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荒，我愿撕碎我，去填补你的伤。就算这一生如流星，为相遇而短暂，
此生苍途，也做你的光。哎呀，这是吉星渊星辉之里的辉灵，有情之人向漫天洒落的辉灵许愿，便可以长相厮守。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对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赌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去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一言一嘴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他都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，还不放弃，累了，算了，让他磕吧。七伯仔，七伯仔，七伯仔。恭喜二位，缔结良缘，结定心印，共通神识。走，我们先出去。自出尘渊后，我第一次想要去相信一个人。多可笑啊！从始至终，你都是在骗我。直到今日，我绝不可能再留下你了。你如愿以偿了？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你看着我，每天被你骗得团团转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不是，在你眼中，我到底有多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吉伯仔，我够了！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，这场仪式我不给你了，我不欠你的。吉伯仔，其实我是。
喜新人镌刻姓名，季伯载名义，佳偶天成，长久美满。看来上古神石已经验明了名义的身份，韩风君亲眼所见，这下应该放心了。若是以后再有卑鄙小人给名义仙子身上泼脏水，我司泮堂绝不轻饶。好，司徒灵，你好得很。韩风君，可满意了？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没有任何人能再质疑我夫人的身份。那是自然。恭喜季仙君和名义仙子验明正身。司徒仙君，今日之事还需记入司泮堂簿册，不如我与你一同回司泮堂。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，侵蚀我的魂魄，直到软弱。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，就算从没有真心被许诺。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对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对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
人的荒漠寻找我，在谎言中蹉跎，常如你的云魄困住我。你的爱是天空的那一色，还是风云之中才会拥有的炙热？你是刻入心脏的温柔，回忆从此都因你颤抖。忘不掉的是那眼神，逃不开的是一轮情真。和你再相拥，和你再相拥，爱你如情意中那一吻。七伯仔，上古神石的范式，你这点微末道行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这样下去元神受损，我不能不管。你竟然有灵脉，你到底还隐瞒了我什么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确实来自瑶光山，和明信有关。我就是明线的未婚妻。抱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。原来与我缔结心姻的妻子是明宪的未婚妻啊！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你先把27还给我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他在木齐白那儿受了很重的伤，若不及时治疗，他就没命了。我求你。27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明信的从寿之所以跟我有感应，是因为我跟明宪从小相依相伴。如同一胎双生，亲密无间，所以明宪的从寿能为我所用，与我连接。而且，你从一开始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青云大会上，明宪输给了你，是因为他遭到了旁人的暗算，才会失利。瑶光山内部兄弟之间互相倾轧，明宪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明星，他污蔑明宪叛境，随后明宪就不知所踪。我怀疑吉星渊有人勾结瑶光山内部，暗害明宪，
现在看来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穆奇柏。我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复仇，所以只能隐藏灵脉，离开瑶光山。后来就进了花月夜，想办法接近你。诚然，我的心思并不单纯，但是我跟你的立场是一致的。我怀疑穆奇柏有问题，我想从他身上下手，查到底是谁在瑶光山害了明宪。而且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伤害过你，我跟你一样想要对付穆奇柏。哼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想要继续留在无归海，对付穆奇柏。是的。好啊，那让我来猜猜你到底想说什么。你是不是想说，穆奇柏与瑶光山脱不了干系？若我留下你，让你做我的帮手，或许能尽快找到穆奇柏的背后之人。还是你想说，在别人眼中，你我已是一体同心，若是我将你杀了，你贸然失踪反而会遭到怀疑，困住了我的手脚。所以不如将你留下来，给我做掩护。我也可以继续调查妖兽，对吗？看来季仙君心里也清楚，留下我是个很好的选择。林毅，比起杀了穆奇柏，我现在更想杀了你。季贤君，很抱歉我骗了你，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妖兽君跟穆奇柏。季贤君，还要再装下去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，我的灵脉不是用引魂钉藏住的，是用了别的办法，所以这才消耗过度。何必再装出这副柔弱无助的样子？你即便是死，与我何干？你没事吧？林毅，而且，你我真的是难兄难弟啊！我刚治好你的伤，你这刚好了点，就得保我的命。没想到这百世鼻子比此严重了。林毅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，都是我太笨了，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。对不起。要是我把你害死了怎么办？哎，不说这些丧气话啊！我这不还在这儿呢吗？你看啊，我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，我们现在都在这儿，就是最好的了。而且怎么能怪你呢？只能怪敌人太狡猾了。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说服季波仔跟我们联手。他为了你，违背神识的意愿刻字，受了重伤，与你结下心印。眼下，你对于他而言就是莫大的威胁。可他还是忍不下心杀你。明义，我们的计划成功了。他真的喜欢上了你。是。
是啊，所以我是真的没心呢。那你又能怎么办？情爱又不能救你的命。眼下你们好不容易结下了心印，那我们肯定是要去灵溪井拿到黄粱梦的，对吧？先沉住气，等他消气了，愿意与我们联手，我想还有机会的。嗯。眼下，咱们还是得先想办法从这里离开。明义跟主上结了心印，万一他知道了黄粱梦的下落，就可以凭借心印随时进入主上的灵溪井。我们得杀了他。我有办法让他拿不走黄粱梦。不愧是主上，那总得处理他吧？他还有利用价值。那我先把猫给杀了。杀了那只猫又有什么用？他又没心印。那还是得把他先给杀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处理问题只靠杀。诚然，杀了他是能解决一些问题。明白。回来。我真明白了。你真不明白。去一趟瑶光山，打探一下明宪的下落。明白。亏我还把季伯仔说的那么深情，说什么他还爱你，他还喜欢你，都这么久了，人影都不见一个。不愧像佘师傅说的，他是个王八蛋。季贤君，季贤君，我们谈谈吧。穆七百现在手里捏着妖兽军，你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吗？我有办法。我愿献上制衡妖兽军的法门，以示合作诚意。合作诚意。一个不知底细的人，我怎么敢用？等你愿意跟我说实话了，再来跟我谈合作。季贤君，季贤君，季贤君，你跟我谈谈吧。季贤君，请夫君留步。其实我也可以离开明宪的，这不是人带的。季贤君，这牢里阴冷，明义他昨夜他消耗过度，他怕是病了，快把我们放出去。季贤君，这牢里真的太冷了，你要不进来看看我呢？你好好说话。季贤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明宪是我的未婚夫，我跟他。季贤君，哎呦我的命呐！季贤君，明义他晕倒了，明义他晕倒了，明义他晕倒了！哎，别演了，人都走远了。哎，他怎么有眼不见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还算他有良心。主上，青云大会之后，明宪便从瑶光山失踪了，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外头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未婚夫人。不过明宪在瑶光山神都，倒是有不少风流异事。如果说他藏了一个，也不奇怪。
明义出现在花月夜，也是在青云大会之后。明宪和他一定有瓜葛。明义如今对我没有用，形势复杂，只能先将他留下来了。主上是在意他和明宪的关系？与我有何关系？无论明义跟他是什么关系，当下局面，明宪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。我曾以为明宪，他是个光明磊落之人，可如今他却东躲西藏，定有蹊跷。修云，我们走。公主，公主可是要去无归海？修云，你去外面等我。严仙君还是多担心自己吧。最近给叔父办的几件事都搞砸了吧？你这条狗，还得主人信任吗？这就不像季仙君了。有能力的人呢，越是想控制他，他只会越不服。万千玉下之术，都不及容人之量。是容人，还是容忍？公主不如直接传召季伯载觐见，这样听起来还更像回事。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，那你可以滚了。公主可以利用季伯载，但是不要替他出头，更不要为了他去和韩风君作对。多谢严仙君提醒。其实有些话，早该与你说清楚。当日是我自作主张，将你列入斗者名单。本是想着，有朝一日我能策反你。毕竟你深得我叔父信任，他将你安插在我父君身边，照看他的身体。若你肯帮我，定能保全我父君性命。但如今看来是我错了。严仙君跟随我叔父，想奔一个好前程也无可厚非，是我不该对你有所指望。以后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若是严仙君不想参加斗者选拔，可随时退出。天机，你放开我。明义的事，你明明可以提醒我的，但你却选择带人进入寿华旁宫，让我愚蠢又可笑的，在唯一能掌控的寿华旁宫丢尽了脸面。我知道，对你有所期待这件事很愚蠢，从来就不该有的。但我面对的是你啊！你不是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你。到此为止吧。我现在只觉得索然无味了。哎呦喂，那一位是真不带来的呀！哎，别闹！
吉普赛，吉普赛。啊！大人，我都想好了。天机公主召见，你随我去一趟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对季仙君有用就好。再多说一句，你就回去。不是，咪，这走了，月猫呢？咪。公主召见我夫妻二人，不知何事啊？先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本公主总要过问的。不知公主还想知道什么？木喜柏设计名义，我夫人就是为了褫夺我的斗者身份，这不是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吗？还有什么可疑问的？当然有，比如说，你是何时养了明宪的从手？季伯仔，你我二人同盟，但你有太多事都瞒着我了。公主挂心了，韩风君一直想对我夫君下手，在乌龟海安排了众多眼线，让他发现了我夫君收留了明宪的从兽，竟用此事来污蔑我们。幸好公主你有所决断，否则这脏水是洗不清了。是吗？其实这几日我一直在后悔，当时就该让韩风君把你带走，永绝后患。公主应该也清楚，韩风君之所以拿我发难，是以为我是季贤君的弱点。但是公主放心，你看这事闹这么大，都能妥善收场，想来日后也不会有人敢拿此事做文章。所以我的存在不是麻烦，公主留我，反而更能让季仙君将来为极心渊尽力。你倒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蠢。公主能稳坐寿华潘宫尊者之位，想必也不全然如旁人所说。旁人所说？说什么？善良天真，胸无城府。放肆！你竟然……能让外人这样说，倒也是不错。其实明义是明宪这件事，实属荒唐，叔父也是全然不信的，只不过是找了个理由过来发难罢了。但此事闹得如此大，寿华判宫上下都看着，明宪这从手不能留了。留着呗，我先养着。我是想着有朝一日，若是明宪回来了，我好拿他祭旗。不知这个说法，公主可否安抚寿华判宫上下了？好，但季伯仔，在外人眼中，你始终是本公主的人，所以以后遇事，你必须得先跟本公主商量。当然。公主，多谢仙君愿意保下儿妻。是你引天机公主召见我们，公主想要见你，我自然就要放你出来。你是想通过公主提醒我，眼下我们还在一条船上。我是想到了公主迟早要见你我，但我没有引她做此事，没有这个必要。那先前
我将你遣送回花月夜，你前脚刚走，言笑后脚就到了，这也是偶然。对不起，前尘往事是我对你不忠，还请季仙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看在我对你有用的份上，请你与我联手。你很聪明，但明义想与我联手，仅凭聪明远远不够，得看你的本事和诚意。好，想要铲除未经炼化的妖兽，需要用化妖之术。此术需要以自身做化妖之底，将妖兽的妖元纳入，用自体汲取，再进行炼化。但此术也有伤害灵脉的风险。若季仙君愿意与我联手，你亦甘做花瑶之顶，替仙君担负一切。你起来。我们约法3章：一，在无归海期间，你不能联系任何外境之人。2，无论何时，只要我对你有召唤，你都要出现。3，你只需要告诉我，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，其余的轮不到你插手。好。先前我与穆启柏明里暗里作对，此次他用计不成，一定会再次周密设计，想要找到他豢养妖兽的证据，并不容易。但那只猫去过龙里潭，懂。他之前总想塞人进我们无归海，那我们也得好好查查他的龙里潭。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我会好好想想的，包仙君满意。经过近日的选拔测试，现将季伯载、陈曦、孟阳秋、孙辽、严笑确定为下届青云大会正式斗者。队伍就要成型了，本公主再确认一次，各位可是自愿加入我寿华潘宫？是否有人想要退出？如此甚好，今日起，望尔等勤勉，共赴下届青云大会。禀公主，孙辽前度带吉星渊应战，就发现季仙君素喜独来独往，与我等不甚契合。为今之计，我等应与季仙君同吃同住，才能养出默契，再度取胜青云大会。哎，这个主意甚好啊！季老弟这性子确实应该磨一磨呀。依本君之见，是应该让4位斗者一同入住无归海，与季老弟同吃同住，一同训练。哼，韩风君怎么还没有放弃安插人来我的无归海啊？怎么，一计不成有生一计？老弟，你若还介怀此事，那本君向你道歉可好啊？本君如此提议，不过是为公主筹谋。难道伯载老弟你就不希望队伍尽早磨合，培养默契吗？实在有劳叔父费心，不过这既是备战青云，让这么多人都住进无归海也不合适，不如5位斗者都暂住我寿华潘宫。这样一来，既方便大家练习，也方便我每日视察。叔父觉得可好？
不是吧？又没睡大通铺啊！几个大男人睡一张床，咦，太恶心了。晨曦，你睡这儿，我睡你边上。好。颜笑，你睡这儿，我最烦孙了了，不想跟他贴贴。这还挺舒服的。哎，明义，小心台阶。大人，公主叫你跟其他斗者同吃同住，你怎么把我也带来了？因为我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你啊。那公主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呀？哎呀，我的小傻瓜呀，你在担心什么呢？只要我的名义开心，他人我才不管。不是，凭什么季伯仔能睡单间啊？因为他成婚了。那我也成婚。你吗？昏头的昏吧。哼。晨曦，你晚上睡觉不会打呼噜吧？我才不会呢！你敢打我？你过来！我那小侄女真的是想一出是一出啊，居然让你和孟阳秋成为斗者。怎么，一仙不去医人，要去杀人了？莫不是人人都以为能像季伯仔那样，凭着青云大会扶摇直上？韩风君想多了，我哪有那个本事？我也觉得你没有。燕笑，你曾经背叛天机，你以为回心转意了，他就能接受你了吗？还是做好本分之事吧。待事成之后，本君会将天机的记忆消除，再将它毫发无损的赐予你。公主并非货物，谈何赐予？更何况，在下出身卑微，配不上她。你配不配得上，那是本君说了算的。寿华判宫那边，给我继续盯好季伯仔。是，谨遵韩风君之命。哎呀，大人，你上次说想查龙礼台，我就让27去查了，果然龙礼台密不透风，要想进去呢，只能调狐狸山。哼，如今我们都被困在寿华判宫这个鸟笼里，谈何调狐狸山？大人，我有一计。季伯仔，我们都已经成婚了，你能不能多相信我一点啊？我是一心一为你，觉得我有二心，你真的太过分了你！我凭什么不能怀疑你？你难道没有心里藏着别人，还非要跟我成婚吗？我告诉你，裂痕无法修复，我们之间就如同这个茶杯，碎了就是碎了，回不到从前了。哼！季伯仔，
我跟你说，你凭什么说我？我过去是有别人，那你呢？你就清白吗？啊？我可没有犯过我要成为6境最强的斗者。哦，你说呀，小陈心没话说了吧？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为了你的感受。你真的是为了我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你凭什么翻旧账？我都没给你翻旧账，你在怀疑我？那些时候你的事儿我都没问你呢，你还给我！你干的？齐伯仔，我干的。你那些事我都没问你呢，我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说我？你说呀。好，我说，您的那些福泽呢？福泽刚成婚就这样，你爱在哪？男人。来，给我看。宁夏，这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在这听这些，什么癖好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，你就出去。说我变心，你不就觉得外头那些姑娘好吗？那你滚，你去找外头那些姑娘，凑不齐28星宿，你别回来了。好啊，我找就找。咦，太吓人了，还是不成婚的好。我要当一辈子斗者。跳得真好，是还没见过季仙君这样呢。是啊，他这都喝多久了？季仙君和明义是不是吵架了？我看是。原来男人成婚以后，变化会这么大呀！房主来了。季仙君，不如我传信给明义，让他来接您啊。也好，我刚好没带酒钱。房主，明义正好有来信了。现在想起我来了啊！姐妹们，别管他，就让他死在外面，别回来了，让他去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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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死！季仙君，虽然这酒水是您自个儿带的，但是水果和糕点可是撒了一地呢。花月夜的规矩您是懂的，盖、不、赊、账。那你愿传信给我最好的兄弟，让他来一趟。您最好的兄弟？敢问是哪位啊？殿下，花月夜房主递来飞书，季伯宰要见你。季伯宰又玩什么花样？他莫不是收到风声，在花月夜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着寒风君过去？他是想请本君入瓮，有危险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那就如他所愿，走一趟呗，把所有人都带上。是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我的拜儿。殿下，您可算来了。季仙君一定要我找您来，说寒风君是他最好的兄弟。
这可真是难得。爸爸，别叫了，爸爸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齐白兄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齐白兄啊，齐白兄，我跟你说，做男人千万不能成婚啊！婚前把你捧上天，婚后把你往地上踩呀！齐白兄，他一分钱都不给我，还把我赶出家门啊！我还不如做一个尘缘的醉囚。都好过做爱情的醉囚啊！齐白兄，放开你！季伯仔，你再耍花招，今日此地难保不是你的坟墓。小屁孩儿，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坟墓吗？是婚姻。齐白兄啊！齐白兄，太委屈了，齐白兄啊！齐白兄，命苦啊！齐白兄。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，侵蚀我的魂魄，直到软弱。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，就算从没有真心被许诺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
忽然的荒漠，寻找我。在谎言中蹉跎，常如你的云魄困住我。你的爱是天空的那一色，还是风云之中才会拥有的炙热？你是刻入心脏的温柔，回忆从此都因你颤抖。忘不掉的是那眼神，逃不开的是一轮情真。和你再相拥，和你再相拥，爱你如轻云中那一吻。司徒令把你们放出尘渊，韩风君又命我千辛万苦将你们一个抓了。养了这么久，耗费了那么多福泽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肥美，怎能放了你们？如今强敌环伺，治不住季伯载，就更要抓紧把你们早点献给妖兽，好让他们尽早壮大成军。大人，放了我们吧，大人！你不害怕吗？怕你吗？你们演这一出，能有用吗？越是不按照套路出牌，越能搅乱别人的阵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季伯载突然找到穆奇柏，穆奇柏肯定如临大敌，为保安全，他会把自己全部人手，至少是大部分人手派去花月夜。这多少胜算还未可知，但至少可以搏。只要他们防备薄弱，就有机会找到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法门。也是，那我去就会，肯定把他这老狐狸尾巴给救出来。对了，穆奇柏手上那份记载着离恨天交易往来的名册，很有可能也在龙礼台，我会偷偷找的。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穆奇柏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？这房间怎么这么热呀？
们就是血怪。又见面了，小猫咪。放心，这次我不用演什么故意放跑你的把戏，直接把你杀了就好。果然是你搞的鬼！小猫咪，爪子还真利啊！逗你玩还真是有趣啊！逗你玩也挺有趣的。你居然还带了个帮手！小葱，做好了，给那边送过去啊！哎，小妹，这个也送那边去。你看到我能化形也不惊讶，看来你和你那个主上知道的还真不少。虽然季伯仔还没有到至真境，但是他早就抵达了化境，所以他有一个能化形的从兽，这并不难猜。更何况季伯仔他对我跟明义还没有真正放心，所以我一早就猜到了他会派你来盯梢。来，葱油饼加小鱼干，头一回这么做，不知道味道如何？两位慢用啊！多谢。你这条龙，光天化日的出现在集市里，真的不要紧吗？主上如今，谢谢。主上如今和那边也算公开对上了，没必要再藏着我。也是。你要吃鱼吗？你们这些龙应该都吃鱼吧？我有名字，吃完赶紧回去。那你又不告诉我你名字叫什么？请慢用。谢谢。不休。我叫27。不休，好名字啊！说实话，我还挺羡慕你们龙的，又大又威武，一化形这身材还挺结实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你等会儿我。兄长，你说好不好笑？那个季伯仔竟然和我说要讲和，拉着我整整聊了1个晚上。他这般举动，显然是为了调虎离山。还好我派了人手在龙礼台守株待兔。韩风君，他滚！是。兄长睡着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
我原本是看上了季伯载的能力，想要拉拢他为纪星渊效力，谁知他竟一心只想和我作对。兄长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为纪星渊赢下一场青云大会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只有像我这样将妖兽豢养成群，拥有了妖兽的力量，纪星渊才不会惧怕任何人。兄长啊，纪星渊需要真正的强盛起来，有些牺牲总是无可避免的。属下无能，让闯入的人跑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属下无能，让闯入者。季伯载太过诡诈，他还留有后手，安排人来接应。接应的人与他气息同属一脉，属下猜测，那就是他的从手。恐怕季伯载一直对外隐瞒了他的修为，他的从手已经能够化作人形。他们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吧？没有，韩风君放心，属下绝对没有透露石灵树的存在。是属下失职。那季伯载，你和明义发生口角，被赶出房间，宿在花月夜。我等便受命监视寿华潘宫，盯了明义一宿，只是未曾想到，那季伯载竟能让明县那只白猫听命于他，还和他自己的从兽联手将孙秀。在寿华潘宫集训这几日，你当这个医师还真是尽忠职守，与季伯载磨合的那般默契，我每日都看在眼里，都不由得担心，莫不是你？我只是不想和季伯载的关系闹得太僵，否则更办不好事。属下绝无二心，请韩风君明鉴。明鉴。花了这么多心血栽培，但我看这没用的东西是长不高，拔了吧。属下知道有个偏方，可以帮助这韩青竹。哦，这你也会医？属下即刻去取。取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说的偏方应该主要是用牙齿吧？是。齿磨成粉。我可没有说要用你自己的牙齿。我自己来。果然是医术高明啊，连孙辽啄口顿腮的毛病都治好了。那照顾我兄长的事，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属下定当尽心尽力。那棵树绝对有问题。
穆启柏喜种花木，但在他的院中只有那一棵树有长成之势，倒像是吸干了别的树，供养给自己。我在后照记忆中看到的，应该是那棵树。想必是从庭院延伸到了地下的密室。它的根底看起来更像是个魔体。若是它能吸干别的树，或许也能吸食生灵元神。我在书中看过一种来自莽福灵长的古老秘术，可以把元神从人身上剥离，寄养到参天巨木上，成为石灵树。这树周围都是血腥气，石灵树可以保元神存活，直至有人使用它们。这难道就是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特殊法门？妖兽最好的滋养就是生灵元神。100年前妖兽祸乱，所经之处人尽视之，就连豢养他们的灵脉女仙都被他们吞噬了。这穆启柏若是把这些妖兽集结成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赶紧上报极星神君吧。神君已被穆启柏控制，常年昏睡不起，与傀儡无异。那告知其余武将，这些上位者不过是一丘之貉，若让他们知道有妖兽军的存在，恐怕只想占为己有，利用此力量主宰六境。并非所有上位者都受权柄奴役，总有人会为了六境其他生灵考虑的。我们应该尽量联合起所有人。联合？怎么可能？但是我们的力量势单力孤，那些妖兽军太厉害了，以我们的力量一旦无法阻止穆启柏，六境会遭遇什么？你说下境供养7年，在瑶光宫那样的地方安稳长大，自然会相信六境中还有正义之士。若是你在尘渊活过1日，便会明白什么才是人性的贪婪和恶念。若是妖兽军公开，轮不到穆启柏作乱，六境都会为了此力量陷入混乱，你们瑶光山也不例外。你没有因为出身沾沾自喜，已是难能可贵了。原来出身上级，这样就是难能可贵了。天机已写下手书，即日起集训结束，不用再驻寿华盘宫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别再让这只丛兽在我这儿有个什么3长2短的。参见父君。朝宇，你此番平定苍梧丘之乱做得很好，可有想要的赏赐吗？职责所在，不敢居功。你平乱有功，本君就封你为景西君，如何？父君所赏，皆是天恩。只是，儿子只盼能为父君。对了，前几日司判堂和伊势堂传出流言说，本君要封你为太子，不知你是否也听到过这样的话？给你看样东西吧。
传播流言者的舌头都在里面了。那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本君再问你一次，你平乱有功，现封你为景西君如何？父君明鉴，儿子只为一心一意辅佐父君，绝无非分之想。父君明鉴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获得锦西君位。滚！殿下恕罪。我还以为大哥这次定能成为太子呢，可方才听闻，父君赐了个景西君的封号，还杀了你几个手下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哎，我哪敢啊！父君迟迟不立太子，是因为他儿子众多，就等着看我们的表现呢。可我却是真心希望大哥能成为太子的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大哥可知道，朝元这几个月都去哪儿了呀？哼，他个废人，能去哪儿啊？他呀，听说吉星院在陈园炼药，去那边找黄粱梦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朝元从小可受了大哥不少关爱啊！这要是被他先找到了黄粱梦，交给了父君，你猜，父君会不会准许他修成灵脉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这届时太子之位，朝元会不会也有一份呢？什么？那位大人物要亲自来祭星渊？是，但斗者身份受限，不得入境。他指明要殿下亲自出境迎接，好生护送。主上，守了这几日，穆启白总算离开龙丽台了。是，他背了船车，瞧着是要远行。我将明义做的石图印放在他的船车上，6个时辰之内都能警示他的位置。他做的这些小玩意儿，倒个个都能顶用。确实，之前我依主上要求在龙丽台附近观察27的行径，他也确实认真盘查，没发现其他问题。他这么听明义的话，想来是他和明宪的感情甚笃，所以明宪的从寿才会对明义言听计从。我们出发吧。季仙君，你跟季伯仔已经成功结下心印了，你赶紧把他送出门，我们好去灵溪井啊！怎么，你不放心我独自前往寻找妖兽君？那你可以同我一起。我不放心什么？我相信季仙君跟我一样，不会被这危险的战力所诱惑的。清月风寒，季仙君此行危险，切以自身为重。你也会让他独自去寻找妖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妖兽君这样的力量，不是谁都想占为己有吗？眼下除了我自己，我只信任季仙君。
送走一个，家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荀婆婆，是季大人让你盯着我的吧？你吃点猪心膏，我呢，我就在这里坐着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盯着我，你尝尝嘛。不会吃。你与明宪到底什么关系？主上能放过你，想来你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老山还想再问一句，我和明宪有婚约。婚约？你和明宪？嗯。你是瑶光山的探子。嗯。啊，不对不对，那主上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他能留下你，说明你不会害他。嗯。那你怎么会在吉星渊？你还在花月夜？我……难道明宪老贼与我那日日要打我的老汉一般下作，害你去花月夜补贴家用？确实是算他害的。一代战神，竟如此下作！我跟你说啊，主上不会真的介意这些的。他当初能救我，如今也是愿意救你的。可你确实不该瞒他。那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我跟你说。荀婆婆，啊，荀婆婆，我曾在书中见过陈渊描述，恰如此景。季伯载打造的灵犀井与陈渊这般相像，他已不是追求之身，却还是被困在这里。黄粱梦就在这儿。黄粱梦，
仔与我结了心印，这是他为了防我，重新加的一道封印。这些都是陈渊追求的死灵。这些陈渊的无辜生灵，不是已经被放了吗？他们根本就没有平安离开陈渊，是穆启白把他们又抓了回来。如今，他们已被剥去元神，死在这里，永不超生。怕你？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我一定会活下去，长成参天大树。不可能，若水仙子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不是已经……好好进食吧。原本你们只需要在陈渊做些苦工，一切都是季伯仔揭穿的。如今陈渊被封，司叛堂放了，就算你们知道的不多，也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泄露了什么秘密，所以你们就只能做饲料了。韩风君。可不要怪本君呐，要怪，就怪季伯仔好了。
弱呀，真的太弱了，轻轻一折就断了，这怎么能行？怎么能保住你自己的命啊？我一点都不弱，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我可是很有韧劲儿的，我一定要活下来，长成参天大树。果然，你也很想变强的吧？我好不容易才得救了，我不能让娘亲失望，不能让救我的人白费功夫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好，让我来帮你吧。仅凭这么弱小的你，是无法靠自己成为强者的。不如退而求其次，成为强者的一部分。或许，这也算是个幸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吃了剑叶草，枯枝病都好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姬仙君，作为礼物。我的命是母亲给的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谢谢你，姬仙君。主上，也许是你的因果，所以我那么脆弱。这世间有太多爱恨汹涌的因果，你是否能为我停留？若你的黑夜云能没有暖阳，原来缔结心意是为了要人们这样做夫妻，同甘共苦，在彼此最痛苦的时候，感你所感，见你所见。若你的世界总是无尽的谎，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，就算这一生如流星，为相遇而短暂，此生苍途也做你的光。
在轮回经过。你看那乌云下，萤火布满了夜空，那是我，你是否记得？若你的黑夜冰冷没有暖阳，燃烧我的心，装进你的胸膛。就算这缭乱的人间，只有我的微光为你璀璨而点亮。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荒，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。就算这一生如流星，为相遇而短暂，此生仓促，也做你的光。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，侵蚀我的魂魄，直到软弱。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，就算从没有真心被许诺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去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在浩瀚中穿梭，到无人的荒漠寻找我。在谎言中蹉跎，闯入你的云魄，
是风云之中才会拥有的自然。你是刻入心脏的温柔，回忆从此都因你颤抖。忘不掉的是那眼神，逃不开的是一轮情真。和你再相拥，和你再相拥，爱你如情意中那一吻。你不必为我消耗灵力，不值得。我利用了弱水，我利用它揭开了自己的仇恨，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它。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根本就没有管他的死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七波仔，穆七白，他用来滋养妖兽君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，多的是老弱妇孺，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机会，他们也都是无辜的。却被硬生生的扣上了醉酒牢烟，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君的饲料。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，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？可他们都死了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是我累了他们。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黄粱梦，我找到了，但他下了道血印，我拿不到。血印，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。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，
那咱们……明夜，你怎么哭了？而且，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，我应该很开心。我应该想哇，幸好他在这里。但其实，不说这些了。而且，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消灭妖兽军，对付穆七百，对吗？嗯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回来，先把你的毒解了，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，你选哪个？明夜，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。什么老不死的好人？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？连你牙都掉光了，小鱼干都吃不了了。就问你，跟不跟？想清楚啦？啊，这就答应我了啊！你居然失去了对陈渊的控制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陈渊表面上是被司判堂查封，但没有人知道石灵树和陈渊相连。这几日我足不出户，喂养妖兽，因此无需着急，再有10日，定能成事。韩风君，你弄错了吧？该着急的是你。不是我们。若非这陈渊适合孵化妖兽，你哪儿来的机会？是我疏忽了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季伯载。本君此番前来，也正是为了季伯载。黄粱梦真的在他手里？季伯载算计了我2名手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替那薄雨兰报仇，他与博士的关系一定匪浅。没有直接回答本君的问题，看来你还真的不知道黄粱梦的下落。本君真的怀疑，你也想保全季伯载，让他有朝一日拿下青云大会，成为6境第一，让你们吉星渊彻底的摆脱逐水灵州。我对逐水灵州绝无二心。就算你有，那也没用。青云大会的输赢，谁来了也翻不过来。季伯载知道妖兽军的存在吗？尚未察觉。齐星渊这个破地方，连船车都走不利索。少君，哎，还是有劳韩风君亲自加把力呀。是。
不出10日，妖兽军将成。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叛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乌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，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陈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，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仪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妖鼎。这事交给我，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妖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药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百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药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……就这么定了。以身做化妖鼎，一共3个步骤，越往后越凶险。第一步，修炼灵力，固化自身丹元。第2步，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，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。第3步，以自身为鼎，与妖元共生，将之炼化。此时为第1阶段，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，身体虚弱，切记绝不可出无归海。季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？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？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，但对我只字未提。说信不过，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。哎，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，他得先通过第1关。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，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，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。眼下先做这些吧。司叛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？其他兄弟都已经走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批完这本就走。是。
好久不见呐，我亲爱的弟弟。你最近可真是春风得意，风生水起啊！哥哥为我特意跑来极星渊，肯定不值得，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吧。看来你跟灵曼一辈子都没有缘分了。潜伏在极星渊这么久，居然还未找到黄粱梦，果然这辈子成不了气候。既然我来了，你大可停止寻找他的妄想。哥哥还是和从前一点都没变，只会向更弱者挥刀罢了。是啊，你就是更弱的那一个，这一点也一直没变呢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无趣至极。傅远，我没事了。等主上找到黄粱梦，练出灵脉，便再也不会受这般屈辱。傅夜，我说过了，我不要黄粱梦了。主上，你能不能多为自己考虑一些？情爱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自己想要的，自己还在恨的，自己的一生，难道要为一个女人放弃吗？我为主上盯了穆启柏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有了新的进展，你真的要将黄粱梦拱手让人吗？什么进展？是有黄粱梦的消息了吗？穆启柏他们搜遍了整个乌龟海，都未曾找到黄粱梦。我便猜测，或许是季伯载能够变换出一个真实的灵犀井，只有他自己可以进入，又将黄粱梦藏在了井中。灵犀井。主上想要用黄粱梦来救明义的命，可你此时在神都的踪迹已经暴露。如果没有灵脉，他们会让你好好活下去吗？主上，你从前一直想要做的事呢？我不愿看你这样，为别人这样。可是，黄粱梦只有一份，我只是没有灵脉。明义没有解药，是会死的。那，你若当作是为了我呢？抓你可真费劲儿啊！我听说过，狐狸越是遇险，它的皮毛越是鲜艳。把你做成狐球，还需要你紧张一下，给你上上色。那我们就来玩个游戏吧。陪你玩这事儿，还能让我遇险呢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你这副厚颜的模样，
总让我想起一个特别讨嫌的人。哥，你这鞭子不太行啊，不到3日就已经愈合了。托我的福，你这个没有灵脉的废人也能耐起来了，越来越抗打了啊！虽然没有灵脉，也长了新本事，不好吗？受伤了？那你怎么不怕？什么火力这么大？如果你是为了可怜我，那就别哭了。等有一日我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，能庆祝胜利的时候，你再哭就是了。但是，你想说，但是我现在这么弱是吧？这个我知道的。我现在能力还远远不够，但曾经有个人告诉过我，只要自己敢想，就没什么能限制我。其实都一样。先想着好了，先活下去。未来总有一天，没什么能限制我们。哪怕你是只小狐狸。主上看重名义，可在我心里，主上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从前主上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心甘情愿，可这一次，却是我第一次盼着你愿望成空。主上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根本就没有什么珍贵的记忆，只是一只能活一天是一天的野狐狸。可直到那天以后，我有了想要珍惜的人，有了重要的记忆。我为了你，方知长生有意义。你能不能原谅了我？主上若执意如此，至少隐藏好自己的行踪，别再被他们发现了。我也会想办法去确定季伯载是否真的练出了实体的灵犀境。还是先不打扰他休息吧。
要找我？哦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想到你刚刚固化了丹元，肯定有些虚乏，所以就熬了碗药。但我想想还是算了，仙君不是……不是，你这好意，我到底能不能领到啊？仙君不是说不吃外面东西吗？还在说这个？如果是换做别人，他多半会怀疑这仙子本是要下毒，结果忽然心软，改变了主意。现下不过是编个说法，哄骗罢了。那正好，你呀，还是别喝了。是时候开启第2步了，需用传送法阵，将丹元送抵沉渊，彻底吸空妖兽元神。但此步会暴露施术者气息，请务必以最快速度将丹元传回，否则功亏一篑。以无身作祭，引浩然正气。万千妖邪，阵风。请。景熙君，请看。只需再过3日，妖兽君便能养成。届时，妖兽的数目、力量，都足以媲美100年前灵脉女仙豢养的妖兽。我过去一向嫌吉星渊绳床瓦造，上御旁风，没想到这个穷山恶水，哼，居然派上了用场。为何妖元全都被吸走了？这……
伯载，是啊，季伯载，一定是他干的，一定是季伯载。废物！属下不知季伯载竟通晓化妖术这等秘法，否则属下定会提防。江西君，果然不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指望，穷山恶水，产废物。掘地3尺，你给我把季伯载找出来！公主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寿华潘宫的尊者可绝不能是花架子，这青云大会的任何细节，我都要牢记于心。公主真的长大了。是叔怕了。没有福泽，几星园连花草都会比过去更黯淡无果。秀云，我时常会害怕。你说，母后留下来的福星花，会不会再次枯萎啊？公主放心吧，严仙君的法子到底是管用的。之前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福泽，它也依旧开得好好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日没夜的训练，而身为最重要的战客，季伯载却连日不曾现身，置整个寿华判宫于不顾。那我们还练什么？我们拼死拼活的又为了什么？就是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青云大会是团战，我们需要的领袖是能够统领大局的，而现在，像季伯载这样的人。被公主封为战客，奉若至宝，那我们还在乎什么？我们干脆都不要练了。孙辽说的对，季伯载再不露面，就不配再当战客。是啊，他不来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练了。对啊，我们练什么呀？你们别这么说呀！公主，孙辽在寿华判宫闹起来了。谁说没有季仙君就不用练了？季仙君是战客，但寿华判宫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若是只靠他才能取胜，他不来就要输掉青云大会，那极星渊也不算真正变强。大家说，谁说的对？谁说的对？盛大了不起啊！我觉得孙辽仙君说的对。季伯载身为战客，却对寿华判宫不管不问的，在他的心里面，根本就没有吉星渊。是啊，公主也他说的对啊，这要是韩风君管理寿华判宫，肯定出不了这事儿。就是，对季伯载来说，斗者青云之路，不过是他摆脱醉囚这个下贱身份的晋升之阶罢了。哦，原来季伯载一直是这样想的，难怪我一直想不通，这季伯载为何不肯来训练。倒是孙辽仙君这番话点醒了我，这样的人的确不配在我寿华判宫当战客。对，就是没错，不配，他不配。不如我们今日改选战客。这改选选谁啊？战客之位那么重要，这得好好选个人才行。对啊，我觉得孙辽仙君就不错。公主，开玩笑的吧？本公主作为寿华判宫尊者，自然不会开玩笑了。
孙辽仙君参加了上届青云大会，从经验上来说，就远超于其他斗者。况且，无论是从斗者选拔，还是近期寿华胖宫集训，孙辽仙君都积极主动，态度优异。本公主今日便下令，废除季伯载战客之位。说废除就废除，我是说定了，就是点情面也不留，废除了。改立孙辽仙君为我寿华胖宫战客。真的吗？好，我支持孙仙君，我也支持孙仙君。孙辽，什么呀？不行吗？他行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？我也觉得。谢公主，多谢。过去是我目光短浅，只知盯着季伯载那一人。如今看来，孙辽仙君才更是威武英俊，比季伯载更有战神之相。虽然季伯载有问题，但死不了。哎呀，咱们闹这一场，光给孙辽做嫁衣了。对呀，也不光是啊。孙辽仙君，定要带大家好好练习。如果表现得好的话，我会告诉父君的。是，公主。我都让你当战客了，你还唤公主，不改口为尊者吗？天机为何要出这样的昏招啊？不，这恰恰是他此时最好，也是最省力的办法。好的，尊者。孙辽这么嚣张，天机还这么纵容的，多没面子。面子很重要吗？能达到目的就好。伪装、欺骗、空口承诺，与其费力维护季伯载，不如捧杀孙辽，让他成为新的靶子。韩风君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哎，这棵树是怎么了？之前还好好的。意外的娇贵，稍不注意，就一夜凋敝了。韩风君一直细心呵护的，是我疏忽了呀。韩风君别不开心了。哎，韩风君，我可以给你带点最好喝的酒，它里面添加了极星渊独有的赵翠花露，所以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极星渊独有？对，6境只有我们有。那花看上去和杂草没什么区别，但每逢满月，就能凝结出全天下最纯的花露。果然不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指望，穷山恶水，产废物。这是从隔壁库房打扫出来的杂物，无甚用处。殿下，您看怎么处理？韩风君，这是……我都快忘了，这还是天机给的。天机？恍如隔世啊！那几年，我们叔侄的关系还是很亲的。天机这丫头尤其是甜，一个糖盒，她也舍不得扔，又不想让神君知道，就让我这个叔叔替她保管了。因为天机把韩风君当靠山啊。所以，看到他和季伯载联手，能不让我心凉吗？不会的，那只是他嘴上说说，他就是觉得季伯载作为斗者时特别威风。天机对季伯载，不会的，他喜欢的人不是他，所以这才更让我心凉啊。
当初那个把叔叔当靠山的小姑娘，现在去哪儿了呢？她以后又会怎么样呢？我一定能保护天机，绝不让她受半点伤害。我都没有这个信心。韩风君怎么会没有信心？季伯载，整个极星渊，有谁知晓季伯载的过去？他一个醉囚，又缘何能够生出灵脉？光这一点就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，更不提，自从他打败瑶光山、平步青云之后，极星渊便一直动荡不断。是吗？你知道不久前极星渊有妖兽出没吗？我以为那是有人添油加醋，竟然是真的。本君正在追查此事的真相，所以你能为我、为天机扫平所有的危险障碍吗？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我，侵蚀我的魂魄，直到软弱。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，就算从没有真心被许诺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